日本是不是专门挑中国欺负？对美唯唯诺诺，对俄不敢吭声，一到我们面前就狂得不行。钓鱼岛、靖国神社、台湾问题，红线是一个接一个的踩。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越抗议日本某些右翼政客在国内，反而越受欢迎。他凭什么这么嚣张？是真的有底气，还是在下一盘危险的赌局？不管高市早苗想干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你误判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国际舞台上日本的表现简直像个变脸大师，对美国那叫一个服服帖帖，美军基地扎在家里几十年，屁都不敢放一个。对俄罗斯北方四岛被占着这么多年了，也就是嘴上嘟囔几句，实际行动连个响动都没有，可一扭脸到了我们中国这儿，好家伙，立马就硬气了。钓鱼岛他要来抢靖国神社，他偏要去拜教科书，他硬要篡改现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他也敢把脚伸进来踩红线了。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每次咱们这边外交部严正抗议，国防部发出警告，一套组合拳打过去，你猜怎么着？像高市早苗这样的日本右翼政客，他们在国内的支持率非但不降，反而蹭蹭往上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日本是专门挑中国来欺负吗？在我看来，这三个为什么的诡异答案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太强大，恰恰相反，这暴露了他内心深处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一场压上国运的疯狂赌博。日本右翼的那帮人现在正兴奋地认为，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觉得这辈子可保能就这一个，能让他们彻底摆脱战后的枷锁，成为一个能打仗的正常国家。而他们敢坐上这张赌桌，最大的底气从何而来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认为有美国爹在背后撑腰。在战后这几十年，日本就像一个肌肉发达、钱包鼓鼓的壮汉，但美国作为当年的战胜国，用一部和平宪法给他捆住了双手。日本是很有钱，科技也很发达，但在军事上就是个残疾人，心里那叫一个憋屈。但这种状态在最近几年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日本右翼势力突然觉得拴在自己身上的链子好像松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的战略重心全在咱们中国身上，他觉得自己在亚太有点力不从心了，需要找帮手。那找谁呢？最现成的基地，现成的技术也先进的就是日本，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从过去的你给我老实待着，别乱动，悄悄变成了你得支棱起来，得有点用。这种转变体现在哪儿？太明显了。美国开始默许甚至鼓励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去买像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明显是进攻性的武器，美日之间的联合军演内容也从原来的后勤支援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岛屿争夺战、联合防空。说白了，美国这就是在给日本松绑，相当于过去看着他的保镖，现在允许这个保镖带刀上岗了。日本这边的政客，特别是右翼势力，比如高市早苗，这些人可太精了，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国家正常化。什么是国家正常化？就是修改和平宪法，让自卫队变成真正的国防军，获得对外交战的权利，彻底摆脱四荒林广亨败国的帽子。所以你看，岸田文雄跑去美国升级美日安保条约，高市早苗跳出来对中国大放厥词，这些动作表面上是迎合美国，实际上都是在给故事倒诗。美国地头名状，意思是老大，你看我很有用吧，快再多给我点自由。他们这是想借着美国需要他来牵制中国的这股东风，实现自己翻身的战。据森森图以多森懂到略目标，但是这里就埋下了一个天大的误判。日本可能得意洋洋地以为自己抓住了历史的缝隙，美国会一直给他撑腰。可他想过没有，美国对他的松朗吉万特什绑根本不是出于什么信任和友谊，纯粹是把他当枪使，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相互利用。这里面的风险太大了。第一，美国靠得住吗？美国政策变得鸡窝领共比翻书还快，万一哪天美国政府换人，或者觉得和中国对抗的成本太高，他随时可能调整策略，到那时日本怎么办？被晾在悬崖边上吗？第二，日本自己地先导四拍的位置在哪？他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但实际上在美国的棋盘上，他很可能只是个炮灰。一旦真的出事，战火会先烧到谁家？答案不言而喻。第
4. 동의岛负当失百灵。3. 他低估了中国的决心，他以为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比如半导体设备什么的，中国就会投鼠忌器，他完全搞错了。在台湾这种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我的观点是，日本现在兴奋地以为美国递过来的是解开他枷锁的金钥匙，但他可能没意识到这把钥匙打开的或许根本不是通往自由的诺和沃森腾大门，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潘多拉魔盒。他以为自己是棋手，但实际上他依然是一枚棋子，而且是一枚被推向火线的最前沿的棋子。其次，他们国内那股支持强硬右翼的民意根基牢靠吗？并不是。他们国内的问题很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整整30年。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数据及网购少脑猪摆在那儿。199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是463万日元，到了2020年不但没涨，反而降到了433万日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数到10，爸30年前赚的比你现在还多。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工资涨了将近一半，连韩国都在2015年反超日本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日本人要把收入的1/4以上花在吃饭上，比上世纪80年代高出一大截。这说明大家没钱了，只能先顾着填饱肚子，其他的消费能省就省。更可怕的是，日航外替数本曾经引以为傲的1亿中产社会正在崩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率在发达国家里高居第2。那为什么经济会烂成这样？说白了就是一连串苏白听李晃的政策。昏招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央行行动慢半拍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不想着刺激经济，反而提高消费税，直接把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又打回原形。企业也学坏了，为了省钱大量雇佣临时工。现在日本年轻人里每5个男人就有1个是临时工女人，更是超过一半年轻人再努力也看不到希望。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躺平的绝望感。雪上加霜的是日本老龄 C 旺斗斯化严重的像得了绝症养老金，一年比一年少，但要交的社保却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对未来充满不安，这种不安需要找一个出口。这时候右翼政客们把以欧森管政献了一个财富密码，把中国塑造成全民公敌。他们通过媒体整天渲染中国威胁，把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说成是要侵略日本，把台海问题说即弯道时共熟到时问他城市关乎日本存亡，高市早苗为什么敢大放厥词？因为他说的越狠，支持率反而越高。在经济停滞中感到绝望的民众特别吃强人领袖。这一他说的套你无时问恼，觉得终于有人站出来保护日本了。这场针对中国的甩锅大戏，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全，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国内治理的无能。如果他们继续治杭重上烫，在这条路上走到黑，很可能把整个日本带进更大的危机。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日本的算计和误判，归根结底是他整个国家的战略思维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裂缝里。他拿着3张早已过时的老地图，却想在今天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找到出路。哪3张老地图呢？第一张是80年前帝国旧梦的地图 C 以往的始末，还幻想着能用强权和势力范围来压制中国。第2章是40年前经济领先的地图，还沉浸在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里，没法平视中国的崛起。3章是10年前中国会妥协的地图，以为只要美国施压，自己强硬中国最后还是会退让。可现实是世界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中国更不是100年前，甚至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日本最时大的悲哀就在于他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个意外，需要被纠正，但他没搞明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的。我们现在的这反对行为复兴不过是回归历史的常态，日本把那段偶然的领先当成了永恒，这才是他心态失衡的根源。反观我们中国，我们的强大之处在哪里？在于我们有极强大其柳道傲清晰的不变，和变不变的是什么是底线，是红线。像台湾问题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这就是核心利益，谁碰就跟谁拼命。这种战略定力让日本
那种投机取巧的小动作显得特别可笑，那变的是什么？是格局，是玩法。当日本还在玩几百年前拉帮结派、围堵遏制那一套老掉牙的把戏时，中国在干什么？我们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搞一带一路，在促进 RCEP 这种超大范围的自贸区，我们的贸易额都创历史新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明时代的主流是合作共赢，是共同发展，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的力量已经不光是航母和导弹了，更在于我们制定规则、提供方案、创造机遇的能力。所以日本现在其实站在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继续当美国的马前卒走向陷阱，结果很可能就是变成大国博弈的前沿炮灰，就像乌琴、克兰一样，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条路是死胡同，另一条路是幡然醒悟，这条路才是活路，才是光明大道。所以朋友们，他现在的所有算计不是在抓住机遇，而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才是他最大的误判，也是最深的悲哀。